德军直接将男人裤子脱下，只是单纯的检查他是否有过割礼，一旦确认是犹太人的身份，等待他的便是冰冷的子弹。此时战俘中的犹太小绿亲眼目睹了一切，他连忙摘下苏联共青团员的领巾，然后把证明身份的苏青团员正埋在土里。等到德军走到战俘前确认身份时，小绿强装镇定，而且用一口流利的德语回复德军，自己是一名来自苏联孤儿院的德国人，从小家徒四壁，父母双亡，后来一直被苏联人囚禁，如今总算是得救了。听完小绿煽情的身世，德军为眼前这个老乡的遭遇同情不已，于是将小绿带到长官面前替他求情。但久经人事的长官对小绿的话半信半疑，直接盘问起他的父母信息家住何地。小绿被军官强势的语气吓得说不出话，因为他一时间编不出这么合理的故事。没想到另一名军官直接脑补出小绿的悲惨经历，说他的父母肯定是被苏联人杀害，这样直接问无疑是在揭他的伤疤。小绿也顺势表演出非常伤心的样子，军官同情的上前安慰小绿，就这样他顺利逃过了一劫。怎料意外还是发生了，身后一个俘虏突然喊出了他的名字，这瞬间引起2名德军士兵的注意。原来俘虏是小绿在苏联时的同学，看到小绿背叛国家，他十分生气，当场向德军揭穿小绿的真实身份。然而讽刺的是，德军根本听不懂他说的俄语，还让小绿翻译同学口中的话。为了能保住性命，小绿只好使出下流手段，他走上去给了同学一耳光，并将他的指控翻译成辱骂德军的语言。长官一听火冒三丈，直接下令枪毙了同学。望着同学那血肉模糊的尸体，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的小绿当即昏了过去。等他再次醒来，已经穿上德国的军装，成为了一名卑鄙的小纳粹。但是从这以后，小绿每天都寝食难安，越往苏联国土深入，越害怕遇上孤儿院的人认出他。而且最令他无奈的就是上厕所，他身上的犹太人特征一旦被德国人发现，将死无葬身之地。所以每次小便，小绿都要远离德军几十米远。可这还不是最棘手的，行军途中，当他们遇见德国士兵杀害犹太人时，军官用内粹惯用的洗脑方式对他谆谆教诲，作为全球最恶毒的民族，是怎么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，一定要学会恨犹太人。谁让他们一个面包卖50元，不把这种吸血虫消灭干，欧洲就得不到解放。残忍的种族灭绝在法西斯的口中变成正义的口号，这对小绿的身心造成了很大冲击。特别亲眼目睹侵略者们的暴行后，小绿经常吓得晚上噩梦连连，全身疲软发凉。极端的差异分化让他如坐针毡。身边的德国战友对自己亲切友好，令人如沐春风，但是对待犹太人却又凶狠残忍，如同恶魔再生。小绿在德国军队中如履薄冰般保守着自己的秘密，时间久了实在受不了这种压抑的生活。在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竟与苏军取得了联系。小绿立刻将自己的经历和处境告知对方。苏军决定让小绿在深夜时偷偷跑过去，没想到意外却再次发生。男孩每次洗澡都要检查门锁是否可靠，直到看见德国人穿着内衣洗澡时，他才终于松了口气。因为他是一名犹太人，为了防止身份暴露，他选择在深夜偷偷跑回苏军阵地。就在他举着双手准备回归国人怀抱的那一刻，对方竟然也举手走了出来，似乎是在向小绿投降。这一幕瞬间给他整懵了。当他转过身才发现，一大批德军全都冲了出来。原来他们看到小绿单枪匹马夜袭敌军，莫名的受到了战意鼓舞，他们阴差阳错的跟在身后，迅速占领苏军阵地，并俘获了大批苏联人。满头雾水的小绿就这样莫名其妙成了德军的英雄。战斗结束后，德军指挥官对小绿胆赞不绝口，当场收他为义子，并且托关系将他送去柏林高等军校接受军事教育。小绿的英勇事迹让他成功进入希特勒少年先锋队，谁能想到一个犹太人居然成了德国先锋队的榜样。小绿本以为在这里就能远离残害同胞的战场，没想到学校远比战场更加难熬。来到这里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对着希特勒的雕像宣誓报效德国。小绿不仅觉得有些好笑，因为就在不久前，他才向斯大林雕像宣誓加入共青团。可是为了在这里活下去，他不得不小心伪装自己。很快他就发现这里所有的人都对犹太人充满了恶意，而且军校不再是传授军事知识、培养专业人才的摇篮，而是教导学员们如何辨别犹太人，如何有效大规模地消灭犹太人。小绿为了隐藏自己犹太人的身份，对自己所处的环境都认真地检查一遍，包括浴室、浴帘、门口等地方。为了生存，为了不让人起疑，为了让自己更像一名纯种优秀的德国人，他不停地向镜子一次次练习德军举手礼。就这样，一名犹太人成功混进满是种族主义者的德国军校。可好景不长，一节生物课就让他差点魂飞魄散。班主任振振有词地教大家如何辨别犹太人的长相。小绿在老师的一顿捣鼓下，紧张得快要尿裤子。但最后老师得出的结果，小绿是一个混血的雅利安人。这下他心中悬着的大石终于落了下来，老师也顺势将他的身份落实。从此后，这个头戴战斗英雄的大骗子隐匿在德军军校中，开始肆意妄为，不光骗吃骗喝，还谈起了恋爱。为了祸害年轻女同学，为了防止被恋人识破自己的身份，小绿想到了一个残忍的办法。为了不让别人发现自己是犹太人，他用线头将割礼强行拉了下来。虽然比起德国人有点短，但这样看起来起码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。小绿被这种痛苦折磨得满头大汗，为了能够搞定女同学，他也不得不出此下策。
单纯的小女孩就是没见过世面，被他忽悠得一愣一愣，很快就以身相许。可就在此时，老天又给小绿开起了玩笑。在一次体育课上，小绿因为动作幅度过大导致线崩了。更倒霉的是，明天就是军校的例行体检，到时候全校都要脱光检查，自己为了这一天都绑了快半年，现在又感染发炎，到时候自己死定了。为了躲避身份盘查，小绿装作牙疼，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，硬生生被牙医拔掉了一颗完好的牙齿。躲过体检的小绿虽然不用死，但她也因为没有及时治疗，一度出现大小便失禁的情况。更痛苦的是，她不能再和恋人亲密。为了保守秘密，她狠下心来，将女孩推出了自己的怀抱，狠狠地打了对方一耳光。就此，两人开始分道扬镳。一段原本美好的姻缘，因为种族间的隔阂，一切都变得戛然而止。回到学校的他将所有怒火全都发泄到训练的草人身上。可就在这时，一架盟军轰炸机飞至军校上空，投下了航弹，学校瞬间成了废墟，整个校园里到处飘的都是碎片。望着黑烟滚滚的校园，小绿的内心瞬间轻松无比，嘴角露出一丝笑意的他快速离开了这里。随着同盟国的节节胜利，1945年苏联攻入了柏林，德国投入所有兵力发起了垂死的反抗。这其中就包括小绿所在的先锋小队。眼看苏军的攻势越来越猛，小绿却迟迟不肯朝同胞开枪。最后他丢下了武器，朝苏军的方向跑去，一边高举双手，一边大喊自己是一名苏联共青团员。后来他被带到了战线后方，小绿向他们解释自己的经历，可是苏军长官根本不信，并一口咬定他是个间谍。无奈的小绿只能将自己犹太人的身份亮出来。没想到长官根本不吃这一套，因为已经有600万犹太人被屠杀，而他现在竟毫发无损地站在这里，这样的经历实在是无法令人信服。随即长官掏出手枪递给了一旁的犹太人，就当他准备将小绿枪决时，身后有人大喊他的名字。小绿走向前去寻找声音的来源，竟然发现喊他的人正是自己的哥哥，这也顺势帮助小绿落实自己真实身份。兄弟二人当即抱在一起痛哭流涕，哥哥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弟弟开心地笑了出来。就这样，一个犹太人混迹于德军中的传奇故事得以流传。